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在本集中，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像专业交易者一样使用趋势线，包括我们的高级趋势线交易策略和技术。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趋势线？为什么要画趋势线？如何绘制趋势线？如何利用趋势线进行交易？如何利用趋势线进行反转交易？好的，让我们开始吧。首先，什么是趋势线？趋势线是连接趋势市场中的波动高点和波动低点的线，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有一个大波动向上和一个回调，大波动向上、回调等等。在回调正开始之前的每个波动走势的顶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波动高点；在波动开始之前的每个回调走势的底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波动低点。因此，这意味着在明显的上升趋势中，价格将创造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现在应用趋势线来连接底部的波动低点和顶部的波动高点。所以，让我们继续进入下降趋势。这里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有大波动向下、回调、大波动向下、回调等等。在大波动向下开始之前，在每次波动走势的底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波段低点；在波段开始之前的每个回调顶部，就是我们所说的波段高点。因此，在明显的下降趋势中，价格将形成更低的低点和更低的高点。现在应用趋势线来连接顶部的高点和沿着底部的低点。现在这是一个重要点，在趋势市场中，价格并不总是如此平稳的移动，但我们向您展示这点，以表明清晰的趋势市场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画趋势线呢？第一个原因是趋势线可以发挥作用为支撑或阻力。在顶部，当价格达到它时，趋势线充当阻力；沿着底部，看看趋势线如何充当支撑。所以这是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仅仅因为价格触及趋势线而进入交易，我们总是等待价格走势和结合其他因素而进入市场。我们将在本视频后面讨论这些因素。我们绘制趋势线的第二个原因是，突破趋势线可能预示着可能的趋势变化。现在在这，我们有上升趋势，我们沿着上升趋势线的底部画趋势线。一旦价格突破这条趋势线，它就会从上升趋势转变为下降趋势。一旦下降趋势开始，我们就会在波段高点上方放置一条趋势线。一旦价格突破这条趋势线，它就会从下降趋势转变为上升趋势。现在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要仅仅因为趋势线被突破就进行交易，我们必须将此因素与价格行为技术结合起来，等待入场信号。我们将在本视频后面讨论。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趋势线，以及为什么我们将它们应用在图表中。让我们讨论如何正确绘制趋势线。所以，首先让我们从概念开始。我们在绘制趋势线时遵循的原则：第一，趋势线越明显越好，寻找明显且易于绘制的趋势线，因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看它。第二，触摸的次数越多越好，但不会保证下次能守住。第三，趋势线非实线，而是区域，就像支撑和阻力一样，将它们视为区域而不是特定价格。第四，不要强迫趋势线，使用趋势线作为您整体分析的指导，而不是必然发生。现在您已经了解了趋势线的概念，让我向您展示如何正确的绘制趋势线条。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您是否通过蜡烛收盘价或影线来绘制趋势线？答案是，绘制趋势线在蜡烛实体或影线的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触及最多数量的蜡烛体或影线的趋势线。所以这里你明显看到下降趋势，要触及所有这些点，你可以在此处放置趋势线。现在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趋势线触及影线；在某些情况下，趋势线触及了蜡烛实体，甚至其中一些没有任何触及，这完全没问题。所以沿着底部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放置趋势线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接触次数的方式。这里趋势线再次触及影线，这里是蜡烛实体，而这些我们没有触及。所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即波段高点和低点随着时间的推动而变化，将趋势线调整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使用趋势线作为指导方针，并将它们视为一个区域，而不是一条实线。现在您已经知道什么是趋势线以及如何绘制它们，让我们开始讨论将趋势线与价格行为结合使用的策略。因此，我们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将趋势线与价格行为结合起来。首先，我们有趋势延续交易策略，
其次，我们有反转交易策略。但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将来讨论哪些主题，因为我们总是会看它们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视频。让我们从第一个开始，使用趋势线的趋势延续策略。让我们一步步分解我们如何解读市场结构和价格走势。在此事例中，我们仅使用一次性时间范围来解释事物，即日图时间范围。在本视频的后面，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使用多时间图表。因此，首先很明显，这是一个下降趋势。因为价格正在创造更低的低点和更低的高点，因此我们希望以与下降趋势相同的方向进行交易。其次，我们将连接这两个点并绘制趋势线。第三，如果我们向左看，我们可以在此处发现支撑位转向阻力位，并将其绘制。第四，我们已经确定了这是支撑位和阻力位穿越趋势线的区域。这个层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度聚集的区域。高度聚集的区域是多个价格行为概念相遇的地方，使其成为高概率交易设置的最佳交易区。这意味着许多交易者都关注这一领域，并且当交易机会出现时，他们更有可能采取行动。让我向您解释一下，这个区域具有高度的聚集性，因为很多交易者都在关注它。根据支撑和阻力、趋势线、价格行为和蜡烛或聚集交易点，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交易风格的交易者都会观察该区域，以寻找可能的空头交易入场。因此，当价格开始接近该区域时，我们看看价格一旦达到这个水平，价格走势将会如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必须观察这个水平，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一旦价格到达这个关键点，我们不会立即进入空头交易，因为无论该区域有多好，我们都不会盲目进入交易。我们总是等待价格走势信号，因为价格很容易突破向上。因此，请注意市场对此区域的反应，即出现吞没蜡烛，但未突破并拒绝向下。此刻，您本可以在这里积极进场，但我们仍然没有交易，因为对某个区域的反应并不意味着逆转。不要忘记，在较低时间框架内，趋势是上升趋势。现在，这是在高度聚集区域遭到拒绝后进入交易的关键点。您将趋势线放在趋势下方，并等待趋势线发生突破向下，以确认上升趋势已经结束而可以继续主要趋势方向，那就是下跌趋势。这是一个需要理解的基本概念，因为即使您的主要趋势是下降趋势，但次要趋势是上升趋势。上升趋势可以突破而继续，并引发主要趋势变化。这就是为什么短期趋势需要打破趋势线突破，以便长期趋势能够继续。现在另一个重要的一点是，短期趋势线的突破发生在阻力区域被拒绝之后，否则你只会有短期趋势线的突破，而不会发生其他事情。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重点。首先，我们的主要趋势是下降趋势，因此在大局我们有看跌偏见。问题是，您的短期趋势是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价格目前正以看涨势头移动，并且可以轻松突破你的长期趋势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等待，看看是否可以在短期上升趋势内出现看跌的价格走势，以便短期趋势看跌以匹配长期看跌趋势。我们的看跌价格行动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对高度聚集阻力区域有反应，但更重要的是同一个时间突破短期趋势线而得到确认。此时短期趋势转为看跌，以匹配大图下降趋势。您可以在突破动量的趋势线上进行交易，或者使用任何其他策略，因为您现在已经确认了空头或下跌的方向偏跌。现在，我们将交易提升到另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将放大到较低的时间范围来分析价格行为，就像我们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所做的一样，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更早的时间入场。那么，让我们开始吧。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向您展示相同的概念，但更进一步，并将其应用于多时间框架。现在，当价格达到这一点时，我们不知道价格是否会突破或反转，因为尽管您的大趋势是看跌和下降趋势，您的短期趋势是看涨和上升趋势。这意味着您的方向有存在偏差冲突，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您需要等待看跌价格行为在触及高度聚集区域，确认短期趋势已经结束，
价格才可以继续向下移动，否则就没有交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放大较短的时间范围，以更深入地观察价格走势，并进行更精确和更早的入场。所以，这里我们有4小时的时间框架。这里我们在日图时间框架上相同的阻力位，这是日图时间框架上的相同趋势线。在4个小时内，您可以看到内部的短期上升趋势波动和价格一旦到达高度聚集区域的走势。现在有很多方法进入市场，您可以在次要上升趋势下方放置一条短期趋势线。一旦我们突破了趋势线，它可能是我们的空头入场信号，或者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价格到达该区域，它就会形成双顶，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反转图表模式之一。因此，进取的交易将在之后看到吞没蜡烛，立即进入空头交易，也恰好是双顶形态的第2次触及。更保守的交易会等待双顶形态通过向下突破颈线来完成才进入市场。我们有很多方法进入市场。但关键点是，这一切都必须发生在高度聚集区域，如发生在其他地方，这只是简单的回测。另一个重要的一点是，趋势延续策略并不限于这些时间范围，如在较高时间范围内发生，具有更大的比重。因此，现在您已经了解了如何使用趋势线来延续趋势。让我们继续讨论第2种使用趋势线的方法，即反转交易。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用趋势线来解释反转交易策略。现在让我们在4个小时的时间范围内逐步分解我们的分析。这是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首先，我们通过这些点确定我们的趋势线。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趋势线已被突破，并且趋势可以从现在开始逆转。但问题是，趋势线突破通常可能是假突破。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在趋势线突破之前形成的价格走势反转模式。现在有很多种反转模式可供您参考，例如双顶或双底、头肩顶、三角形等。您想要在趋势线突破之前确定反转价格行为模式的原因是您正在与主导的上升趋势相反。因此，我们现在得到的价格行为模式是双底。在价格行为方面告诉我们什么？它表明价格未能创出更低的低点，这意味着价格失去动力。现在，在第2步中，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既充当支撑位又充当阻力位的关键水平。第3步，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高度聚集区，这是关键水平，并且是趋势线交叉的背面。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最佳交易区域。现在让我们跳到较低的时间范围，以便更准确、更早的入场。在1小时的时间范围内，一旦价格到达高度聚集区域，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更多细节。再次，您可以使用多种入场策略进行交易，但对于我们来说，突破此盘整区域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进入市场。因此，请记住，结合我们所有的分析，包括反转模式、趋势线突破和结构的关键水平、高度聚集区域，使交易变得高质量。提高交易质量还在于知道何时不进行交易。这与知道何时进行交易同样重要。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以支持我们更频繁地制作更多视频。也可以在下面发表评论，表达您的想法。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一集见。